话说在黄河流域，每年都会有许多男男女女葬身于此，有失足落水的，也有投水自尽的，当然也有被谋财害命扔进河里的。每年都会有许多的尸体从黄河上游顺流而下。中国自古讲究入土为安，对于葬身水底的人来说，他们的家属想自己来捞尸是十分困难的。这种情况下，捞尸人也就应运而生了。捞尸人又被称为黄河水鬼，他们常年游荡在水岸之间，搜寻着每一个不幸的人，并在家属的要求下将他们打捞上来。因为这个工作的特殊性，很多人不愿意做，只有穷得叮当响的穷人才愿意去做，一做就是一辈子。按他们的话说，如果不是为了生计，谁又愿意成天跟死人打交道呢？他们不仅捞取尸体，还从尸体上获取利益，有时他们也会要挟家属坐地起价，特别是漂亮的女尸最值钱。老魏就是个职业捞尸人，他居住在黄河边的一个偏僻的村落里，他一辈子都在捞尸。和其他人不同，他捞尸有着自己的道德标准，绝不会做违背良心的事情。不过这些年里，老魏过得很苦逼，他唯一的儿子德良10年前因为犯罪锒铛入狱，老伴在儿子离开1年之后，也因思念过度撒手人寰了。为了排解孤独，每天傍晚他就会准时到村里的小卖部买上一瓶廉价的白酒喝上一口，既是慰藉自己，又是麻痹自己。忽然有一天，他10年未归的儿子德良刑满回来了，因为门被锁着，他只好翻墙而入。没想到德良一进门就见到了母亲的遗像，顿时悲从中来，自己离家10年，竟然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。这时老魏提着煤油灯从屋外进来，见到10年未见的儿子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父子俩坐在房中互诉衷肠。老魏让德良抽个时间就去河对岸山上祭拜一下母亲。听着父亲的苦闷，德良默不作声，一个劲啃着大饼。这时屋外响起急促的敲门声，老魏还没开门，门外的人就从门缝中塞进来200块钱。老魏瞬间明白，来活了。来人是个警察，原来前几天上游有一个男教师失踪了，警察让老魏明日去河道打捞看看，并把男教师照片给了老魏。老魏进屋后，把失踪者的信息记录在本子上，这是他多年的习惯。写着写着，突然一滴笔血滴下，老魏并没有太在意，只是随手抹掉了。夜深人静，德良躺在炕上辗转反侧，而占据在他脑子里的是一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女人。第二天清晨，德良扛着皮筏子与老魏来到了河边。河边有一座水坝，拦截了所有上游流下来的杂物。老魏和德良坐在皮筏上观察河面，德良拿着船桨在烂泥里一顿翻找，捣鼓了半天也没有发现尸体。这时他发现前方漂浮着一具尸体，尸体被打捞上岸，并用白布把尸体罩住。老魏让德良去尸体那边翻找随身物品，看看身上有没有值钱的东西，这也是捞尸人收入的一部分。德良不情愿地走进尸体旁，小心翼翼地掀开白布，顿时一股恶臭扑面而来。德良直接跪在地上狂吐。老魏摇了摇头，看来还是得老爷子出马。老魏叼着烟走上前去，对着尸体一顿乱摸，终于摸到了一张身份证，又掏出警察提供的照片一比对，发现就是失踪人。不一会儿，警察带着死者家属闻讯赶到。老魏颇有成就感地在岸边抽烟，家属见到尸体泣不成声。面对这种生离死别，老魏已经见惯不惯了。按警察的话说，老魏是在做善事，要是没有他，死人一辈子都上不了岸。警察拿着装有报酬的信封给老魏，老魏表示以后捞尸的话由儿子接班。看来老魏是想父业子承了。父子俩回家后，按照风俗，老魏宰了一只鸡放血，用鸡血洗手以除晦气。他让德良也过来洗洗。德良蹲在鸡血前犹豫不决，最终还是没把手伸进去。午饭时间到了，德良掀开锅盖，看到蒸熟的那只鸡，瞬间想到早上那泡得肿胀的尸体模样，连忙跑出屋外，又是一阵狂吐。那扑鼻的尸臭味，恐怕他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吐完后，他想明白了，他压根儿就不是做这行的料。德良辗转来到小卖铺，打算买点纸钱和鞭炮去祭拜一下母亲。不曾想，小卖铺的老板娘竟然是自己的初恋情人小兰，如今早已物是人非，小兰已嫁为人妇。这10年来，小兰的日子也不好过。丈夫魏振海是个酒鬼，对小兰非打即骂。因为一直怀不上孩子，夫妻俩只好领养了一个男孩。2个旧情人面面相觑，气氛顿时有些尴尬。这时魏振海骂骂咧咧地从房中走出，德良顿时有些难受，抱起东西离开了。他来到母亲的坟前，绝望地点燃鞭炮。自己坐牢的这10年，没能为母亲养老送终，也没能与爱人终成眷属，如今只剩下眼前的满地鸡毛。想到这里，德良忍不住跪倒在地，放声痛哭。这个老人是黄河上的一名捞尸人，每天都在河面上寻找着尸体。在别人眼中，他是个大善人，若没有他，死人这辈子都上不了岸。可最近不知为何频繁的流鼻血，
这天在家中锯木头，又开始莫名的流鼻血，这次比较严重，他用手摸了摸鼻血，紧接着晕倒在地。等他醒来时，已经是在医院里了。医生告诉老魏说他没什么大碍，吃些药就好了，并让老魏出去取药。支开老魏后，医生拿着检查报告告诉老魏的儿子说，老魏得的是血癌，若不进行手术，就仅剩2-3个月可活。一听这话，德良顿时晴天霹雳，高额的手术费对于一个靠捞食维持生计的家庭来说，谈何容易呢？他走出诊疗室，就见到焦急等待的父亲。他没有告诉父亲实情，只是强忍着悲痛安慰父亲，多休息就能好了。望着父亲疲惫的背影，德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回家后，德良问父亲家里还有多少积蓄。老魏起身翻出一本存折，表示这就是全部的家当，准备给德良娶老婆用的。他又从盒子里拿出了一个银手镯，这是德良母亲的遗物，还交给德良一本红色小本子，里面记载着他这些年捞食的情况。德良接过本子，只觉这小小的本子仿佛有千斤之重。德良粗略算了一下，这些积蓄远远不够。半夜，德良小心翼翼地起身，走到门外点燃一支烟。如今父亲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，他必须筹钱给父亲治病。借着门口微弱的灯光，他掏出了父亲的红本，决定继承父亲的衣钵，这也是现在他唯一能赚钱的法子了。第二天，德良就用摩托车载着父亲来到村口，来到一处岩石下，用红色油漆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当成广告，又将一部新手机放到老魏的手上。老魏拿着手机很是欢喜，只要儿子不嫌弃这种职业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此后，德良每天都在河道上巡查，希望可以捞到更多的尸体。这天，德良一如往常的在河面上巡逻，却看见了最熟悉的陌生人，原来是小兰在河边洗衣服。小兰看他来了，急忙收拾衣物往回走。德良见状追了上去，而小兰一个踉跄被石头绊倒，摔在了地上。德良关切地扶起她，随后将她抱在怀里。小兰愤怒地推开他，赏给他一个大嘴巴子，旋即却又欲拒还迎，两人旧情复燃。雨过后，小兰将当初的定情信物还给了德良。对于爱情，他早就没有了期盼。而另一边，老魏完全不知儿子的心事，开始给德良说亲。相亲聚会上，德良故意让相亲姑娘厌恶自己，结果被姑娘一顿小拳拳伺候。一次失败的相亲之旅就这样结束了。回去后，老魏十分生气，这男人和女人不就那么回事吗？说到底，就是凑在一起搭帮过日子。可德良表示现在不想相亲，说完就钻被子睡着了。这时口袋里的信物掉了出来，老魏顺势拿起银牌仔细端详，他这才明白儿子还喜欢着小兰。第二天，德良借口去河边打水，老魏跟了过去。德良对着河边洗衣服的小兰吹口哨，随后两个人一前一后进入了小船。老魏看到这一幕，失望地离开了。德良把小船开到河中央，两人彻底释放了天性。完事后，老魏劝告德良别引火伤身，可德良这暴脾气才不管。这时德良发现河面上飘着一具尸体，立马打捞上来，开始搜刮财物，将一条值钱的金链子塞进裤兜，这是赚钱的手段，没什么丢人的。从那以后，利欲熏心的德良经常用高价威逼家属来付给他报酬，不给钱就不带尸体上岸。可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这次德良被愤怒的家属胖揍了一顿。回家后，老魏一边给儿子擦药，一边痛斥他失德，嫌他坏了规矩。可德良却怼了回去，说像老魏那样一辈子也挣不上什么钱，当今社会只要能赚到钱就是本事。其实德良不择手段的赚钱，也是想快速筹钱给父亲治病。可德良的胆子却越来越肥了。这天，同村的大叔来找老魏打听，问他有没有捞到女娃，他想给自己死去的儿子来场冥婚。老魏二话不说拒绝了他，这种缺德的事情他不干。德良却追了上去，接下了这笔生意，说只要捞到立马通知他。赚这些钱虽然脏了点，但比起老魏的命，脏点也没什么。德良一边靠着捞食赚钱，一边跟初恋小兰你侬我侬，背着她老公在外面偷腥。小兰因为生不出孩子，得不到丈夫魏振海的爱，所以经常被打骂。看到德良就好像看到了希望。其实除了德良以外，还有一个人也一直觊觎着小兰，那便是村里的卷毛。这一次两人的幽会恰好被卷毛撞见，醋意大发的卷毛将这件事情告诉了魏振海，气得魏振海叫了一帮人将德良暴打了一顿。德良被打得口吐鲜血。回家后，德良冲进屋内喝了口白酒，拿起菜刀就要去跟魏振海拼命，可老父亲竭力阻止。德良只好又愤怒地冲进屋里，躲进被窝里。老父亲质问他咋回事，他也不回答。另一边，小兰也好不到哪里去。魏振海打完德良回家，又打小兰，还将他五花大绑关进了地窖，随后跑去卷毛家喝酒，还把小兰关在地窖的事告诉了卷毛。卷毛觊觎小兰已久，开始动起了坏心思。随后魏振海醉醺醺地走回家，结果半路上摔下了大桥，一命呜呼。第二天，魏振海的尸体被发现，
警察封锁现场侦办此案，因为尸体是在桥下，周围也没有目击证人和监控。警察得出结论，魏振海是酒后意外失足致死的。卷毛得知消息，喜出望外，朝着地窖里的小兰奔去。小兰躺在地上，双手双脚被捆绑，就连嘴巴也被布条封住。卷毛破门而入，为小兰解开了绳子。小兰刚想逃，就被卷毛死死捂住嘴巴。小兰奋力挣扎，卷毛直接说出了魏振海的死讯。小兰顿时愣在原地，也不再反抗。卷毛还想更进一步，小兰突然像疯子似的大笑了起来。卷毛害怕了，还以为他得了失心疯，慌忙跑了出去。头型不成的卷毛气不打一处来，就去找德良泄气。两人在小船上大打出手，岸上的老魏见此情形，立马飞奔下去帮儿子。老魏用绳子紧紧勒住卷毛的脖子，德良才得以松一口气，却因用力过猛，失手送卷毛上了西天。父子俩回到家中，德良因为杀了人，一脸的慌张。他刚从监狱里出来，可不想再被送进去。可老魏却异常镇定，这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你不说他谁知道？爹！他大骂德良，不跟别人的媳妇有染，就不会引火伤身。如果他们不死，死的就是德良。德良这才明白过来，魏振海的死不是意外。他祈求老魏说出真相，老魏没有隐瞒。那天他醉倒在桥上，老魏见四周无人，便把他推下桥摔死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小兰的养子看到了全过程。不过他没有选择揭发，因为他痛恨这个整天对自己又打又骂的养父。其实老魏早就知道自己得了癌症，那天在医院的时候，他就偷听到了德良跟医生的对话，所以死之前他想帮儿子一把。他让德良别昧着良心赚钱给他看病，劝德良赶紧离开这里。他认为儿子安全了，自己也能安心离开这个世界。德良听后泣不成声。到了3更半夜，老魏和儿子鬼鬼祟祟推着板车，将卷毛的尸体拉到荒郊野外，倒上白酒后，划一根火柴点燃尸体。父子俩在火光中四目相对，完成了毁尸灭迹的勾当。做完这一切后，德良来到小兰家寻找小兰。他四处寻找，却不见小兰的踪影。这时地窖里传来微弱的敲击声，德良进入地窖，看见小兰虚弱地倒在地上。他立马背起小兰送进医院，没想到迎来了一个喜讯，小兰怀孕了。德良听到这个消息，满脸笑意，顿时燃起了新的希望，决定带着父亲和小兰离开这里。他来到信用社，把所有的钱取了出来，随后赶到家中，可四处搜寻也看不见父亲的影子。他只看见桌子上放了一瓶农药，转身就看见院子里放着一个棺材，打开一看，就看到父亲抱着妻子的遗像，安详地躺在棺材里。为了不拖累儿子，老魏以这样的方式慷慨赴死。德良接受不了这个现实，跪倒在地上失声痛哭，随后拉着父亲的棺材来到河对岸的山上，将父亲葬在了母亲的坟旁。看着一新一旧2个土堆，德良伤心欲绝，家庭零落。如今在德良身上只剩下仅存的爱意和良知。他带上小兰，坐上了船，准备永远离开这个村子。不远处，小兰的养子正默默地看着他们。德良朝男孩招了招手，喊他过来一起走。一家4口就这样踏上了未知的远方。影片也在充满希望和新生的画面中结束了。影片名叫《河对岸是山》，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。后来魏德良主动投案自首，这起案件才得以告破。电影中的每个角色都具有不同的悲惨人生，而3条人命的终结也迎来了新的生命。常听人说，人生处处皆有遗憾，世间并无圆满。其实纷纷扰扰世间事，半苦半乐，半得半失，也算是一种圆满。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都在现实的磨砺下，一半举步维艰，一半勇往直前。